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是不是一直觉得航展就是一个展示飞机的地方？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。航展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策略的重要舞台，不只是展示战机和客机，而是航空和太空产业合并成新经济板块的一个象征。这里不仅仅是科技升级，它背后还隐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型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转型如何塑造未来财富。尤其是新加坡，它正悄悄利用航展铺开一张大网，试图成为全球空天经济的财富入口。接下来我们一块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。首先从全球趋势来看，新加坡的布局抓住了一个大机会。航空和太空看似不相关，其实正在融合成一个全新的经济领域。空天经济这已成为全球产业升级的方向，而新加坡正在加速赶上。我们先来看看航空业。很多人知道前几年因为疫情，航空业受到很大冲击，但现在它不仅恢复了，还迎来了更大的增长周期。最新数据显示，到2025年，全球航空旅客预计能突破50亿人次，而这其中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贡献超过一半。同时，航空业利润水涨船高，2023年净利润超400亿美元，未来20年全球新增飞机预计超过4万架，这可是经济加速的重要信号。不过，更重要的是太空经济。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领域离我们比较遥远，但我们完全离不开它。实际数据告诉我们，2023年全球太空经济规模约为6300亿美元，而到2035年预计会直接飙升到1.8万亿美元。而且厉害的是，这其中75%来自商业应用，并不是航天科研或者政府军工那么单一。具体来说，这领域包括的东西非常广，卫星通信、导航服务、农业、物流，甚至金融安全等等。这些领域不仅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还在快速商业化。可以说，太空经济已经覆盖了很多你用但未察觉的场景，这已经成为和航空产业并肩的大经济板块。新加坡显然看到了这点，它正抓紧机会，利用航展这个平台，将空天经济的资源汇聚到自己手中。那么你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新加坡规划将航展升级到空天平台的这一步要选在2026年呢？核心原因很简单，这个节点就是新加坡跳跃式升级的时刻。新加坡航展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航空领域的大平台，每届都能吸引超过12万人次访客和1000家企业参与。但这次它不仅限于航空技术，更要加入太空峰会，从展示飞机进化到空天产业，将航空枢纽转型成全球空天经济入口。它的目标清晰，就是要让新加坡成为全球航空加太空产业的对接地。我打个比方，如果飞机是全球经济的运行主干道，那么太空经济就是通往未来的经济高速路。新加坡试图成为这个枢纽，那为什么不选中国、欧洲或美国？答案很简单，是因为新加坡的地缘优势和中立性。全球太空领域分布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，美国、中国、欧洲新兴市场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研发体系，而新加坡聪明地选择了不参与这种竞争，而是站在所有体系中间，为这些对立的体系搭建一个合作桥梁。它的环境透明，金融系统强，政策稳定，还没有明显的政治敌意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是所有技术玩家都愿意选择的国际合作平台。它不拼实力，它拼规则，并通过这种规则获取经济利益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它的目标不是成为航天技术强国，而是建一个全球产业资源和资本的对接入口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问，新加坡到底有没有实力支撑它的野心？其实它手上的牌非常硬。现阶段，新加坡已经是亚洲最大的飞机维修运营中心。别看它国家小，航空业每年给它创造了超过2万个高薪岗位，而且还占它的 GDP 的4%到5%。同时，新加坡的海运和物流已经强到闻名全球，而空天经济的逻辑完全可以依托这一套运输和服务体系。再看太空领域，新加坡虽然起步稍晚，但增速明显。过去10年，它投入了超过2亿新元，支持太空技术研发。目前已经有70家与太空相关的公司从事卫星开发、遥感和通信技术，培养出的行业人才总数也达到2000人。而且这10年只是开始，2026年新加坡还将成立全球关注的国家太空局 NSAS， 标志着它在政策和产业布局上迈出了协调性的一步。所以新加坡并不是随意喊口号，而是通过明确的产业策略、人才支持和资金推动，逐步建立自己的空天经济平台。很多人觉得太空很遥远，其实它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。举个例子，你手机用的导航，金融公司的安全风控数据，甚至线上支付工具，它们背后很多都是依赖卫星的支持。而关键是，这产业真正赚钱的是数据服务，
而非硬件端的卫星制造或火箭发射。制造火箭成本太高，但卫星数据服务成本低却收益快，利润丰厚。比如卫星互联网解决了偏远地区网速问题，物流监控提高了全球商品运输效率，天气预报服务和海事监测也帮助新加坡的海上贸易更安全。与此同时，农业用卫星进行土壤分析，金融市场用卫星数据精准做风险风控，都已经成为时代的应用趋势。虽说硬件需要国家大力投入，但新加坡的聪明之处就在于，它不去和这些大国拼安装，而是专注于卫星数据商业化服务领域，抓住了太空经济中利润最高的部分。新加坡未来10年的真正战略定位，并不局限于一场规模更大的航展，而是整个亚洲的空天经济协调与入口中心。它不会追求成为发射基地，也不会争当硬件技术顶尖国，而是站在规则制定者和资本对接枢纽的位置上，为全球太空产业的商业化赋能。金融中心、法规透明产业对话平台，这些都是新加坡正在聚合的软实力，而它的目标更适合用一句话来概括：小国的智慧不是拼资源和体量，而是成为不可或缺的财富入口。新加坡正在以它的独特方式参与全球财富格局重塑，而未来亚洲的空天经济版图有可能在这片小小的国度形成裂变。航展不仅是新加坡的产业野心，也是全球经济转型的前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你觉得新加坡这次的战略布局怎么样呢？它的野心能不能达成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以及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更多关于全球财经和科技趋势的视频。我是阿明，我们下次见。